30岁，一张截图，老公的生日愿望是想和我离婚。我抚摸着他沾满鲜血的脸颊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尸体被发现，我理所当然地被提审。最后又能怎么样？他们只能把我无罪释放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在花店里修剪花枝，却突然收到了警局的通知。我的老公死了，死在了办公楼不远处的小巷里，死亡时间大概在晚上8点到10点。身上被捅了几十刀，财物却没有丢失，警方怀疑是仇杀，凶手还没有找到。我换上了一袭白裙，神情悲痛地来到了警局。待我认识的女警拿怜悯的目光看着我，告诉我节哀顺变。随着白色的布料缓缓掀开，我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，正是与我朝夕相处的老公。眼泪不住地从眼眶滑落下来，双手不可置信地捂住嘴巴。我害怕看到眼前的场景，我踉跄着朝着他的尸体走去，却被女警拦住。四肢的力气仿佛被抽空，我无助地半靠在女警的怀里。她拍着我的肩膀，无声地安慰。我回家了，天阴沉沉的。我失魂落魄地走着，不愿意接受挚爱的离去。没多久，负责案件的警察来家里询问情况。那时我正准备出门去店里，来的是2位警察，一老一少，是师徒。他们问我，老公在外面有没有什么仇家？我想了半天，只能摇头。老公一向温文有礼，待人有度，他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哪怕是不甚相熟的朋友找他借钱，他也愿意伸出援手。所有人都喜欢他。李女士，你的脖子是……我连忙捂住了脖子上的青紫，低着头没有说话，眼泪却一滴一滴地流。没什么，这是我不小心碰到的。小警官皱了皱眉。我们希望你能说实话。我怔怔地抬头，看着他严肃的表情，说出了老公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的老公叫贺礼，是外人眼里的大善人，标准的好老公。可每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总是忍不住对我出手。有时是在酒后，有时只是他压力大了，需要发泄。每天出门，我都需要想办法遮盖我身上的青青紫紫。尽管他打我，但是我还是爱他。我对着小警察说出了我的真实想法。我爱他的优雅，爱他完美的外表。我知道他也爱我，他只会把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给我。这难道不是爱我的表现吗？这是他给予我的特殊的爱。对面的2人似乎无法对我的话产生共鸣，草草问了几个问题后，就准备离开了。关上房门，我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老房子并不隔音。师傅，虽然他说话有点奇怪，但应该不是他。受害人死亡的那天，他在花店。而且，我觉得他挺悲伤的。悲伤的人还有时间化妆吗？你小子还有的练。我靠着房门，摸了摸脸上精致的妆容，轻笑了一声。花店又重新开门了。小城市里藏不住事，过往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。你看见了吗？就她老公死了，现在还没找到凶手。啊，这么惨呢？你说留下他一个人可怎么办呢？谁说不是呢？这都30了，咋就出这档子事呢？我对闲言碎语都不予理会，只是像个木偶一样，面无表情地经营着我的花店，仿佛是太过悲伤，以至于没有了情绪。节哀顺变，生活总是要向前看的。来人是我的一位老主顾，是位西装革履的绅士。每天路过花店，他总会为他的妻子带上一束玫瑰。他说他妻子喜欢玫瑰，
我就向他推荐了我喜欢的卡罗拉，纯正的红色，饱满的花朵。他很满意，一来二去，我们就熟络了起来。我的一次粗心大意，让他看到了身上的淤青。我说是不小心磕碰，他似乎不信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叹了口气，走掉了。第二天，他来买花的时候，带来了跌打药。他是个好人。我抬起头，对着他笑了笑，说我会努力走出阴影的，不用担心。他没说话，只是买了更多的花，似乎想照顾一二。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，办公楼附近的另一条小巷，第二具尸体，相近的作案手法，相近的地点和时间，是老公的秘书，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，和每天一袭白裙的我，就像是两个极端。这一次，我被带到了警察局审讯室，原因是女子的手机里有和我的聊天记录，在1个月前。我的思绪回到1个月前，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了一张截图，配文：放过他吧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。截图上是老公的微信头像和姓名。另一个头像我没见过，并不在我的朋友圈里。我已经快被他烦死了，他控制欲怎么那么强？你知道吗？去年生日是他给我过的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许的愿望竟然是尽快和他结婚。他看我的眼神简直可怕，这是老公说的话。和他对话的人回了个抱抱，心疼。你为什么不回复？对面的小警察问我，是上次登门的那一位。为什么不回复吗？是的，我没有理会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，因为啊，我不相信是真的。毕竟我老公那么爱我，大概是有人嫉妒的恶作剧吧。我说的那么笃定，似乎完全不相信老公会有二心。小警官，你有兴趣听我讲一个故事吗？我叫白露，从小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，有漂亮温柔的妈妈，还有英俊帅气的爸爸。可是，一切都毁在了那天下午。学校提前放学，我回到家中，虚掩的卧室门里传出了暧昧的声音。我羞红了脸，准备悄悄走过去，偷偷地钻进自己的房间。可是，在经过门口时听到的对话，让我的脊背发凉。我站在走廊上，扑通扑通，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那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，不是妈妈，是赵阿姨，爸爸的同事。她有我好看吗？那个黄脸婆哪能和你比呀？那什么时候才能娶我呀？快了，快了，等过2天，等他拿到那笔奖金，我就和他离婚。爸爸出轨了，我的幸福家庭破碎了。我不忍心将现实告诉妈妈，我掩藏着内心的秘密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最后，他们的事情还是被妈妈撞到了。狠心的男人没有一丝丝的愧疚，他踹开了妈妈，跟着年轻靓丽的女人走了，也踹开了我，就像是踢开了一只灰扑扑的老鼠一样。后来，妈妈疯了，她太爱爸爸了，爸爸的抛弃让她无法接受，她把自己困在同一天，严重到产生了幻觉。是我亲手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，我成了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。我不再相信爱情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。直到我遇到了我的先生，他是学生会的会长，也是我的学长，高大帅气，彬彬有礼。无数的狂风浪蝶围绕在他的身边，女朋友的位子却一直空着。后来他向我表白，他说我就是他一生等待的人，我就是他最契合的灵魂伴侣。我说过，我不相信爱情，我当然推开了他，但他没有放弃，一追就是4年。我被他打动了，我答应和他在一起。恋爱后，他把我捧在手上，我就像是他的珍宝，
我们一直都很幸福。他向我求婚，资助我开了梦想的鲜花店。你说，这样爱我的人，怎么会出轨呢？怎么会不喜欢我呢？我抬眼，淡淡的看着对面的小警察。突然，门被推开了，小警察被叫走。过了2分钟，他回来通知我离开。是呀，我毕竟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呢。走到门口，我回头望了一眼，勾了勾唇。这里永远都留不下我。案件的调查陷入了僵局，2个受害者都没有什么仇人，甚至可以说，在办公室里风评都很好。当然，前提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搅在了一起。案发现场没有监控，也没有采集到有用的生物样本。凶手似乎有不错的反侦查能力，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生物痕迹。唯一有动机杀死他们的，似乎只有我这个所谓的原配。可是2起案件的案发时间，我都在花店忙碌，监控和买花的客人都能为我作证。我坐在花店里修剪左手上的卡罗拉玫瑰。贺礼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可你呢？是你背叛了我。看着玫瑰花娇艳欲滴的花朵，我的思绪飞回了过去。露露呀，今天乖乖的自己在奶奶家玩哦。哎，爸爸妈妈不陪着露露吗？露露乖，爸爸陪妈妈过节去了。今天是情人节哦，是相爱的人才能过的节日。爸爸妈妈不爱露露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宝贝，是2个人互相喜欢的爱哦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。爸爸捧着花束去接妈妈，那是一大捧卡罗拉玫瑰，是妈妈最喜欢的花。妈妈在爸爸离开的那天砸碎了花瓶，鲜红的玫瑰洒了一地。可是，玫瑰又有什么错呢？露露，我爱你，你能嫁给我吗？露露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贺礼捧着玫瑰向我求婚，一大捧卡罗拉玫瑰。他告诉我，我对我的爱就像是花的花语一样，幸福而浪漫。他让我再次相信爱情，卡罗拉玫瑰也变成了我最喜欢的花。可惜有人食言了。2件凶杀案，没有线索，没有头绪。小镇的人们却不愿意就此放过，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我，一个没了丈夫的寡妇。尽管我有不在场证据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死的那个女的是之前那个男的的姘头啊！还有这种事，你说他老婆之前知不知道啊？这还能不知道？我听说呀，那小三的挑衅短信都发他手机上了，也没见他闹过呀。他是不是不在乎啊？怎么可能？哪有女的同意老公在外面养小三啊？我怀疑2人都是他杀的。他不是在店里吗？怎么杀人？这还不简单，找别人杀呗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。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附近的流言愈演愈烈，花店的生意也一落千丈。每天店里不过零星几个客人，也都是不关注八卦，没听过流言的。他又来了，照例还是买玫瑰。你走吧，今天没有新的玫瑰。我的身形消瘦，几日来的绝食，让我看起来弱不禁风。是不是因为那些流言？你别听他们瞎说，我相信你不会杀人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假话说得多了，也就变成真的了。没有人想知道真相，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。一滴晶莹的泪珠从我的脸颊滑落，一张纸巾递到了面前。你以后也别来买花了，对你影响不好，毕竟是杀人犯开的店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没事的，都会过去的，很快就能好起来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随后走出了花店，走进了茫茫的夜色里。第2天，凶杀案告破了，凶手是个法医。凶手自首了，是情杀。
据传言说，法医对秘书爱而不得，于是杀了他的情夫，却依旧得不到他，愤怒之下杀了秘书。案件告破后，花店的人流又多了起来。兴许是因为愧疚，他们在我的店里买了好多鲜花。临走时，还有人跟我轻轻地说抱歉。没关系，这是我给每一个人的回应。他们夸我善良，安慰我未来的日子会好起来。是呢，会好起来的。那个小警察又来了，带着法医的审讯记录。你知道那个法医是谁吗？我怎么会知道一个杀人凶手呢？他常常来你的店里买花，你应该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你应当是见过他的。他叫顾北，这是他的供词。我拿起桌上的文件，一个故事徐徐展开。我叫顾北，出生在一个小城。我家很穷，爸爸是下岗的工人，母亲也只能靠织补补贴家用。贫困的家庭造成了我畏畏缩缩的性格，在班级里，我甚至不敢抬起头来。班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笑起来甜甜的，像小太阳一样，我的目光总是忍不住地追随着她。有一天，她跟我说话了：“顾北，你怎么每天都不说话呀？是不喜欢跟我们一起玩吗？”没有，我只是不敢接近你们罢了。毕竟，我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。那你讨厌我吗？怎么会？我不讨厌你，我喜欢你。那你就跟我一起玩吧。从那以后，他把我拉出了黑暗的世界，我们成了朋友。可惜，好景不长，女孩家里出了重大变故，她变得不再愿意说话，也不再和我一起玩耍。她好像成了过去的我，孤僻又古怪。班里的人开始欺负她，她只是锁在小小的角落里，不说话，不反抗。我冲上去，推开了所有欺负她的人。从那以后，她的所有难过都会和我诉说，我愿意成为她的剑刃，为她处理一切的阻碍。后来，下岗的父亲下海经商，我反而成了班里有钱人家的孩子。父亲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小城，我也离开了女孩。可是我忘不了她，所以我回到这个城市寻找。我找到了，她成了一家企业老板的秘书。我找到了，她成了一家企业老板的秘书。我欣喜若狂，开始了追求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我在她家门口等她，却亲眼看到她从老板的车上走下来。我的玫瑰烂了，她毁了我的梦，毁了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。我要杀了她，我不能让她成为我人生的污点。我也确实这样做了。至于他那个老板，既然他这么喜欢的话，我就让他先下去等他吧。我缓缓合上了文件。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小警官看着我的眼睛，眼里带着探究。警官，这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他只是我的一个顾客，我甚至都不清楚他的名字。他说他想见你，他不知道他杀了你的丈夫，他想道歉。还有那一晚的玫瑰忘记付钱，他想补给你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抽时间去一趟的。时隔不久，我再次踏进了警局的大门，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受审的位置。就是你杀了我的丈夫吗？我望着玻璃另一侧的男人，手指紧紧攥住了包带，眼圈泛红的质询。他看了看我的白裙子，笑了笑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是你的丈夫，很抱歉，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做错了。他很脏，他配不上你。我看着他不知悔改的样子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离开了。我回到花店，继续着我的生活。我成了人人可怜的对象，尤其是那些男人们。下班后，总爱来我的店里带走几朵花，或者从中抽出一朵，留在桌面上，说是送给我的花，我都会笑着接受。后来，小警察来了，带来了顾北的死讯。
他被执行了枪决。事情不是那么简单，顾北也不是为了秘书杀人。我知道有你的影子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了结。你现在能告诉我真相了吗？真是个聪明的小警察，我很喜欢。想知道真相的话，跟我来吧。我把他带回了家中，递给他一张照片。那是小学整个年级的合照。这个是我，旁边的是黎月，贺黎的秘书，也是我小学最好的朋友。这个是顾北，我们在同一所小学。顾北他说了谎，如果你想听，我给你讲，毕竟这是个很长的故事。最好的谎言是什么？是真实的谎言。所有的事情你都经历过，只不过将它们调换了出场顺序。我是顾北的光，是他口中家庭变故的小女孩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天都塌了。顾北出现了，他在所有的地方保护我，好像只要我有一点点的委屈，他就会不顾后果地冲上去，直到头破血流。他好像一只疯狗，疯狂又血腥。除了在我面前，我渐渐地尝到了甜头，不再满足于让他保护我。我用顾北去对付所有我讨厌的人，只要在他面前稍稍示弱，他就会为了我不惜一切代价。没有比这更好用的狗了。只可惜他走了，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。我失去了一条忠犬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人会为了一条狗伤心。后来呀，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，和黎月一起。我们是无话不谈的闺蜜。她喜欢上了学生会长贺黎，可是贺黎却向我表白。我拒绝了，一是因为我不相信爱情，二是因为黎月。可黎月还是不开心了，她觉得我背叛了她，和我相行渐远，渐渐的断了联系。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，我最终还是和贺黎在一起了。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就像王子和公主没有演出来的婚后生活一样，我们度过了甜蜜的几年。可渐渐的，贺黎变了，他回家越来越晚，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。他骂我整天穿着白衣服，像鬼一样。可是明明他之前说我是他的白月光，白色最配我不过了。他说我整天哭丧个脸，实在丧气。可以前他说我是高岭之花，他是唯一摘下花朵的人。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差，我开始疑心他外面是不是有人了。我查他的手机，找人跟踪他，他说我要把他逼疯了。可明明我才要被他逼疯了才对。那一天他在浴室洗澡，我打开了他的手机，最上面是他的新秘书，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。我点开头像，朋友圈的照片是黎月。就当我还沉浸在好友归来的喜悦中时，一条信息将我击碎了。阿黎，我想你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啊？是黎月发的。原来他不是回来找我，而是来找贺黎。我把手机放了回去，没有吵，也没有闹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我离不开贺黎，也不舍得离开他，尽管他已经脏了。黎月发给我的短信，我也装作没有看见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直到顾北的出现，他来我店里买花，或者说他是为了来看我。那天我心情不好，没怎么理他，他以为我没有认出他来。后来他每天都来，他的眼神很炽热，他自以为装得很好。可是我知道我的狗回来了。是从那一刻起，你觉得对你老公下手的吗？当然，不然怎么对得起顾北呢？他倒是送了我一份大礼，我没想到他会把黎月一起杀了。顾北的出现让我不再想继续装傻下去。我故意把伤在顾北面前露出来，那可是我费了好大劲才搞出来的淤青。至于贺黎，他根本不会注意到我身上有没有伤。
在顾北来买花的时候，我挽起了袖子，用受伤的右手整理花束。他攥住了我的手腕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只是飞快地抽回手，低着头，眼角含泪。是他，对吗？顾北问我。我也不说话，只是低着头。多聪明的狗狗啊，只需要一个眼神，它就能明白我的意思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我时不时地整出一些伤口，在顾北的面前欲拒还迎。我向他诉说着我老公的恶行，却又总是在说到一半的时候低头不语。这些就够了。狗狗不需要喂得太饱。那是一个雨夜，我生日的前一天，顾北冲进花店里，像往常一样买了一束玫瑰。他跟我说，明天会送我一个生日礼物，我一定会喜欢的礼物。他说我的未来会很美好。我知道我要和贺黎说再见了。那天回家，贺黎在洗澡，传来阵阵水声，我竟然有些不舍。我问他，明天我生日，能不能在家陪我过生日？他拒绝了，说公司有会议。我知道那是他和黎月约好的时间。我给过他生的机会，是他自己不知道珍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出门了。出门前，我给了他一个吻，认认真真地看了他好久，那是我对他最后的告别。果然，那天之后，我收到了他的死讯。顾北的行动很迅速，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。我本以为事情可以结束，却没想到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我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继续装可怜，让我的狗来证明我的清白。就因为他出轨了，所以你就要杀了他？这也未免太残忍了。对顾北也如此残忍，你真的没有心。是他让我这么做的呀，怎么会残忍呢？我摆弄着洁白的裙边，笑得很开心。他跟我表白的时候，明明说过会一辈子爱我、疼我。他还发誓，如果他说了假话，就不得好死。我不过就是在履行他的承诺罢了。他杀死了我的爱情，我为什么不能杀死他呢？至于顾北，那都是他自愿的罢了。小警官走了，他得到了他想知道的答案，可是他拿我没有任何办法。毕竟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找人诉诉苦罢了。我一直都是一个可怜的女子，只是这一次，我忠诚的猎犬永远的走了，有点可惜。送走小警官，我带着一大捧玫瑰来到了疗养院。露露呀，你来了呀。妈妈坐在轮椅上，穿着简单的病号服，歪着头朝我露出笑容。我把玫瑰递到她手上。妈妈，我来看你了。妈妈呆呆地看了看玫瑰，突然发疯一样的把玫瑰扔到地上，朝着我嘶吼：你爸爸呢？你爸爸为什么不来？他是不是跟着那个女人跑了？你说呀，你说。我赶忙上前抱住妈妈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她的发丝。妈妈，你忘记了吗？爸爸被于叔叔送走了，正在另一个世界等我们呢。乖，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。妈妈被安抚了下来。是啊，爸爸被于叔叔送走了，他在那边等我呢。我是顾北，我一直都喜欢着白鹿。她总喜欢穿着洁白的长裙，是那样的圣洁、美丽。小时候，我的离开迫不得已。离开的每一天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。毕业后的第一件事情，我回到了小城，成为了一名法医。多方打听后，我知道他开了一家花店，也有了家庭。我决定放弃，只想远远地看着他。我忍不住走进了他的花店，他没能认出我。我买了一束花，卡罗拉玫瑰，他说那是他最喜欢的花。我说我买来送给我的妻子。为了能见到他，我每天都会去买花，买给我那个凭空捏造出来的妻子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他脸上的笑容少了，
它变得苍白无力。我的玫瑰好像要枯萎了。又是一天，我在她的手腕上看到了淤青。我问她是不是她丈夫打的，她没有说话。她从来不会抱怨别人，一直都那么善良。我也是从那天意识到，她的婚姻似乎并不幸福。我开始着手调查她的丈夫出轨了秘书。那一刻，滔天的愤怒将我淹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拥有了玫瑰，却不好好珍惜？既然养不好玫瑰，不如就掩埋在土里，成为玫瑰的养分。那天之后，他无数次地对我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内心的痛苦。那一声声抽泣，就好像在催促着我快点下手。在那个雨夜，我决定要出手了。我跟他说要送他一件生日礼物，他很开心。那个狗男人和秘书约完会，准备回家。我把他拖进了巷子里，捅了10几刀，他死得很轻易。我在尸体不远处留了一朵卡罗拉玫瑰，可惜被淹没在垃圾里，警察没能发现我的巧思。没过2天，我把秘书也杀了。他死的时候很惊恐，似乎是认出了我。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很快就说不出来话了。同样的，我留下了玫瑰，却再一次被忽略，真是让人生气。我以为玫瑰会活过来，可是我错了。流言蜚语再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我自首了，只为了我的玫瑰可以活在阳光下。那天，警官给我播放了一段录音，是露露的声音。原来，我的玫瑰早就从心里腐烂了。原来，我只是他的猎狗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是他唯一的、忠诚的猎犬。他想让我指认露露，我拒绝了。杀死员外的是狗，承担后果的也只能是狗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